位主任今天做了什么课题呢？怎么还没有回家呀？放手，我最近在看关于三国时期的问题。难道主任眼里除了专业三国课题之外就没有别的吗？三国可是男人的梦想啊，女人只会影响男人拔剑的速度。我才不信呢！放开！怎么？难道主任真的对女人就不感兴趣吗？女人，除非她像三国时期里边的蔡文姬这样才貌双全的奇女子，像你这样的女人，人家也姓蔡吗？干什么？人家也可以将名字改成文姬啊！让开！一字三，我这应该是穿越到了三国时期吧？给我打！老病鬼，你怎么还不去死？这不对呀，别人穿越都是去当什么皇帝、太子之类的。吾皇万岁！再不济，总得给我一个曹操、刘备这样的人物吧？杀！这穿越到了蔡文姬刚刚同房就猝死老公身上，无权无势的，这可怎么搞啊？你别过来！哎，你别怕呀，我已经缠你的身子很久。你别过来！就怪你那个兵子老公无福享受，在新婚那天归西了。既然他死了，你就从了我吧。就是因为你利用职位害了魏家，还找人打伤我夫君，否则他就不会死。反正他已经死了。哎，再说了，你们不是没洞房吗？不如今天我就听了那个老病鬼和你做一次新婚夫妻的去。来呀，小美人，儿刚死，你放开文姬！今天当着这个病娘子的面来，别有一番韵味。这是了。你才诈尸呢！你全家都诈尸！你没死啊？你很希望我死吗？哎，你别过来啊！我警告你啊，我乃虎贲中郎将。抢我媳妇儿，伤我老母，就算你是天王老子，我也处死你！你竟敢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啊、我是现代人，管你什么尊贵卑贱！去我哟！你给我等着！我要让你全家陪葬！就这样，还什么虎，什么中郎将？我儿娘，夫君，夫君，你别死啊！我没事儿，我只是被你香晕了。吓死文姬了！文姬，你是蔡文姬？夫君，我是文姬啊！看来我真的穿越到了三国的世界，还娶了三国才貌双全的美女蔡文姬。夫君，那李肃乃董卓帐下将军，我爹爹都不敢轻易惹他。那个人是李肃，董卓的手下。我去，董卓是杀人如麻的魔头啊！完了，出事了！少爷、少夫人，那李肃说会来报复，咱们是不是死定了呀？但是李肃内私先挑起的事端，重道只是为了救我和娘才惹的事，即使是死，没事儿，我一定会护你们周全的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现在应该是东汉中平6年，董卓入京，岳父大人蔡邕是不是同董卓一同入的京？东汉末年出三国，三国之初出董卓，小皇帝示威，董卓入京。那么接下来就是丁原谋反，董卓自封太师，把持朝政，不能坐以待毙。文姬，星儿，你们在家好好陪娘，我去就回。李肃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把他们全部给我带回军营，我就不相信魏忠道那个病老鬼会舍弃他的老娘、老婆。等他回来，我要当着他的面强暴他老婆。什么？带走！是，你不得好死！把这儿给我砸了！是。少爷，李肃那贼人被人掳走了夫人还有少夫人，还将咱家的家产全都抢走了，咱的家没了。站住！此乃董将军府，没有明检，不
不得入内。蔡邕蔡大人是我岳丈，让开。发生了和，是你找你都找不到，竟敢主动送上门，将这个勾结丁原殴打朝廷命官。丁原那老贼，可是要起兵造反，和董卓小皇帝硬刚的人。这李肃是真的要置我于死地，竟然给我安了反贼的名号。逆贼，给我拿下！是。李肃，你个狗贼！你毁我家业，照我亲族，还敢诬陷于我！诬陷你区区一介庶民，本将军就是诬陷你又如何？押下去，带回军营，待本将军参加完宴会，再慢慢处置。走。笑什么？笑那董卓无智，他的身边有你这种人，迟早必亡。你放屁！竟敢辱骂董将军，我杀了你！住手！将军，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根据属下得到的情报，河东卫士暗中勾结丁原，想行刺于我，属下这才……刚才你说本将军会亡？李肃贪我家财，妻子貌美，引兵劫掠，此人又是将军的门下。将军对此却不闻不问。先帝早亡，新君年幼，将军又是初入洛阳，如果任由此等宵小在京城破坏将军的名声，天下人该怎么看待将军？将军又为何不亡？住口！将军，他就是一小贼，切莫听信他一派胡言呐！李肃，你来处理，别弄得动静那么大。属下遵命，押下去。是。将军，我有一计，可助你破丁原之军。他说他有办法破那反贼丁原，大言不惭。李将军，你可否与在下比试一番？有何不敢？有点意思。那我今日便做个见证，若是你信口雌黄，本将必将你斩于堂下，令你污蔑本将属下，以作惩戒。那如若我要是赢了呢？你若真能说出良策，助我破丁，本将自会饶了你的性命，并且满足你一个条件。丁原老贼势大，并州狼骑作战凶猛，将军初到洛阳，立足不稳，不易于正面对战。末将以为欲破丁原老贼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固守洛阳城墙，坚守不出，待灭了并州军的锐气，行雷霆一击，直捣黄龙，定能大破敌军。果然是好计策，李肃，本将军没有看错你。多谢将军。小贼敢跟本将军斗，等死吧你！这傻子真以为坚守不出就好使，丁原又不是3岁的小孩儿。我只是想说，你所言不实。如何不实？天子出殡，新君年幼，天下各地纷纷不稳。若不能以尽快的速度平叛丁原这支叛军，各地将会纷纷效仿。若行拖延之举，无异于引火自焚。你这是浑水摸鱼，想不出计策就诬陷我。谁污蔑你了？我问李将军，你与丁原一子吕布可是同乡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所以你所谓的万全之策，并非是以城国之力托其之锐气，你是想要那吕布拥兵自重，再或者让其投降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看来是我说对了。禀董将军，李将军此策并非万全之策，如若行之，必定遭人口舌，为朝廷为董将军不利，也会引起各地诸侯纷纷效仿。你继续说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诏书以天子之名檄闻天下，那丁原虽造反，却以大义为名，还说什么清君侧。如若有天子诏书，必定将那丁原老贼一举拿下。此子若不能为我所用，我必杀之。禀将军，刚操坐于堂下，听魏公子一言，茅塞顿开。操认为李将军刚才所言略有不妥，此策看为精妙，实则引火自焚。魏公子所言方为破敌良策，比李将军之策要精妙许多。不可能！他一个没上过战场的人，怎么会知道战略精策？李肃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将军饶命！来人，将这败坏本将名声的狗贼拖出去砍了！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啊！饶命啊！
魏忠道，你很好，非常的好，可愿追随本将？草民多谢将军抬爱，愿效犬马之劳。这要是我不接受，就走不出这个董府了吧？魏忠道，从今日起，你便与曹操共事，任西园8校尉的右校尉一职。曹操？这个人是曹操？这个人是曹操？我去，这才是真正靠谱的粗大腿啊！草民多谢将军抬爱。好，那就请魏校尉入席，大家共饮。将军，我的家人还在军营，哎呦，倒是把这事儿给忘了。那魏校尉还是快去救回家人吧。多谢将军。魏校尉，曹某与你同去。这曹操的眼神为何如此暧昧？我去，他好像喜欢人妻啊！老身今日多谢曹大人搭救之恩。夫人言重了，举手之劳不必客气。母亲，您先回去吧。曹兄高义，忠道感激不尽。魏兄言重了，你我以后同殿为臣，互相照应，那是自然的啊。曹兄，今日府中有些杂乱，不如改日再拜访啊。仙儿送客。仙儿恭送曹大人。魏兄改日。夫君，听说你去见爹爹了呀？他平时面冷心善，不过得知魏府之事后，他特意去了将军府找大将军求情。只不过那一会儿，你已经将我们救了出来，夫君莫要怪罪爹爹。文姬，你夫君我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。不就是白富美嫁给我这个普通老百姓吗？看不上我呗。蔡老爷子，我早晚让你光明正大认我这个女婿。啊，对了，那个曹大人，他对咱们这么尽心尽力，你把他赶走，真的好吗？曹兄啊，他不是那么小气的人。他丫的可是人妻控，老子敢让他进来？文姬啊，咱们虽然成婚拜堂了，但是不是少个程序啊？程序？同老公一同行房。文姬啊，你觉得夫君这表现如何呀？讨厌，你在乱说什么呀？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少爷，不好了！少爷，刚刚曹大人派人来传信，说董卓把小皇帝给废了，自封丞相。袁家的袁绍、袁术兄弟都逃跑了，李傕率领大军围困了西园军营。该来的总会来，董卓造反，18路诸侯讨董卓，混乱的时局要开启了。夫君，文姬别慌，仙儿，你们赶紧收拾好东西，带上母亲，接上你父亲，赶快离开洛阳城。夫君，那你怎么办？我自有办法。魏兄，糟了！袁家兄弟坑我，招呼不打一声就走了。那董卓自称是丞相，现在想要出去确实很难，如今只能剑走偏锋了。你有何妙策？有一个地方一定可以救咱们。你是说董卓府？现在去董卓府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曹兄，你想啊，那董卓是武人出身，十分喜欢刀剑之物。如果曹兄能进献一把宝刀给他，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怀疑我们。宝刀？我听说王允府上有一把名曰七星的宝刀，如果曹兄能把此刀进献给董卓的话，众道兄的意思是借献刀为名接近董卓，然后自杀，城内必大乱，你我趁大乱出逃。曹兄牛逼啊！曹兄大义啊！但是这七星宝刀，我得想想办法呀。你们别过来！你们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可是蔡大人的独女，你们要是敢碰我，我就……蔡大人都被你们魏家给连累了，谁还管得了你们？小美人，给老子一把，让老子也体验一下一龙戏二凤的感觉。夫君，救我！文姬、仙儿，你们靠边。夫君，没事了，还好搞了这把猪羹，要不然啊，
就出大事了。诸葛弩是什么？已经不能叫他诸葛弩了，应该叫他贝弩。这是你老公我自己发明的，以后我送你一把，也好保护好自己。魏仲道，我曹操视你为兄弟，你为了救家人出城，竟敢陷害于我，今日我非杀你不可！曹将军，你这是何意？我夫君怎么可能陷害于你？文姬，你先去和母亲还有岳丈大人会合，我有事要和曹兄商谈。曹兄是个讲道理的人，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此事和文姬无关，可否先放他走？夫君，快走！曹兄，你何出此言呢？魏仲道还在装傻，若非我曹某听信你的鬼话，假意投诚，那东贼怎能打开城门，任你和家人离去？如今事情败了，曹某今已沦为丧家之犬，而这一切全拜你所赐。果然和历史里边一样，曹操刺董卓没成，吓得夹着尾巴回来了。我急着飞！曹兄，误会。曹兄，我真的不是利用你，我是在帮你。帮我？事到如今还敢嘴硬，害得我曹某落魄至此，还有脸说帮我？曹兄，此次刺杀董卓，你觉得有机会成功吗？你我都知道，董卓是军中出身，他为人小心谨慎，怎么可能会给你机会刺杀呢？好啊，原来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此次刺杀不会成功，难道这不是陷害于我？哎，曹兄，不要激动嘛。若不刺杀，曹兄怎么可能平安地逃出洛阳城呢？虽然刺杀失败，但是曹兄的威名将传播于天下，世人都会觉得曹兄是个忠义之辈，这样怎么能算是陷害呢？那如今，现在曹操和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蚁，反正跑是跑不掉了，弄不好还直接被杀头。大丈夫穿越三国，当活一世英雄，可不能这么憋屈的就被干掉。既然已经刺董，那不干脆的直接起兵造他娘的反，自己当主公，岂不更好？哈哈哈哈哈！本初兄你怎么才来呀？这18路诸侯可就等您了。嘿嘿，多谢诸位的抬爱，本将今日前来就是准备。这就是原著里大名鼎鼎的袁绍。这盟主之位，除了你们袁家有此声望，还有谁能当此大任呢？我也支持袁家。好，那袁绍就却之不恭了。按照三国的进程，袁绍当了18路诸侯盟主，派了曹操当先锋，曹操损兵折将，差点把自己给折进去。现在外界都已经把我定为曹操的人，曹操一不小心这样折了，那我不更自身难保？慢着，盟主之位非同小可，按照魏某所言，唯有曹操曹将军可担此大任。仲道兄为何要推举我当盟主？他可有什么深意不成？放屁！曹操是什么人？不过是宦官之后，凭什么跟我袁氏兄弟争夺盟主之位？这次会盟之事，盟主之位本就是我袁家兄弟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凭什么反对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凭什么反对？连最起码的容人之量都没有，成天以身份压人，这就是四世三公袁家人的气度吗？那你说说看，为何认为我袁家不可当盟主？盟主嘛，无非就是统帅领兵。曹操曹将军虽为宦官之后，但有大义之举。那董贼绑架小皇帝，曹将军行大义灭杀之，又檄闻天下，所以大家才会聚集此地。反观袁将军你，虽然是名门之后，就带了这么一点兵马，还是最后一个才来，你凭什么让大家心服口服啊？那我此次带了5万南阳军，加上孙文台的3万江东军，你又怎么说？行军作战不是比的谁的兵多谁的兵少，要看统帅的能力，还有作战的决策。袁将军，我不是看不起你们的南阳军，只是不相信将军统帅的能力罢了。狗贼，我杀了你！放肆！袁术，魏仲道是我的人，你敢动他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唯有统兵的卓越者方可为盟主？如果袁将军这么理解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一个小小的西园校尉，竟敢大言不惭，
既然你这么说，敢不敢和我袁家兄弟比试一番？我们用沙盘来推演作战，如果你赢了，我们兄弟二人绝无二话，任孟德为盟主；如果你输了，我亲手砍了你。等你们赢了再说吧。哼。魏兄，小心！你的兵力虽然多于我们，但我兄弟二人已成何为之势将你包夹，我看你该如何应对。如果你把兵分开，必定会思前顾后，此战你败局已定。这要是在战场上，你已经是瓮中之鳖了，我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好啊，袁家兄弟不愧是出身名门，此招甚妙啊！魏仲道还是太年轻，太狂妄了，竟然想以一敌二，挑战袁家兄弟。战阵可不是舞文弄墨的那些儿戏之谈。可惜啊！我还以为这魏仲道有什么奇谋妙策，结果到现在都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果真是个夸夸其谈之辈啊！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已经输了。放屁！我们现在明明将你抛弃了，你凭什么说我们输了？袁将军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。问吧。两军作战只是临阵对敌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刚刚袁绍将军说的没错，两军作战以正和，但是还有下一句，那就是以其胜。什么意思？舍弃己方阵地，迂回后方，断其粮道。这魏仲道不光计谋出众，在临阵指挥上竟然也有如此卓越的能力。这个人必要牢牢把控，绝不能让别人给他挖走，否则必将成我大敌。魏仲道说的不错，两军作战比的不光是临阵比拼，若是后路被断，粮道被截，纵你兵力强盛，在无粮之下也发挥不出多少战力啊！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袁将军，以军粮道已经被我截断，士气大跌，纵然有10分的战力，现在却只有5分了。请问你该如何取胜啊？这《孙子兵法》呢，我也是有研究过的，虽然没有上过战场，但是纸上谈兵的能力我还是有点。这根本不能作数，如果这是实战，你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战略目的。这沙盘推演本就不作数，这个曹阿满个宦官之后，他凭什么？袁术，曹某虽不欲争夺盟主之位，但也容不得你连番羞辱。如若再造次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我还就放肆了，怎么了？袁术。袁术将军不服，又打算如何呢？不如我们两军排阵，真刀真枪的打上一仗如何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都不用董卓前来打我们，全天下的人都得笑死咱们。反正不能算，这上阵为将者不仅要足智多谋，还要身体强健。就你和曹阿满的小身子板，怕是还没到战场就已经受不了颠簸晕厥了吧？不如我们就选外面的教场作为比试地点，各选一马绕场3周，谁先到达终点就算谁赢。不就是赛马吗？我接了。魏大人，袁将军可是出了名的马术好手，你可要想好了。以老夫之见，魏大人这次必输无疑，还是趁早认输为好，免得到时候丢了颜面。诸位大人，你们怎么就那么确定我会输呢？诸位，既然这厮这么执迷不悟，那我就成全他。哈哈哈，魏仲道，我看你是第一次骑马。这匹是我特地从西域运过来的宝马，8岁龄正当壮年就让给你骑，我就骑这匹老马就能胜过你。袁将军果然有大将风范呀，竟然将好马让给了他。袁将军，这匹宝马你还是自己留着骑吧。你一个小小的校尉能有什么宝马？我有良驹。来人呐，推上来。这是什么奇怪的坐骑？竟然长得如此丑陋，声音还这么难听，不会是魏仲道从山里捉来的怪物吧？就喜欢你们这么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夫君，你这个做的是什么？什么凶器？还会冒火花？这个叫做电焊，你老公我自己做的，我等了1个多月了，如果没有它，发电板的电源根本就用不了。这个做的是什么呀？来，看看，这算是仿后吧。在这个乱世，
人呢是需要生存的，如果真的到以后逃命的话，那只能依靠他了。诸位大人，我这坐骑叫做魔滴，可以日行千里，而且还不用休息。日行千里还不用休息，简直胡说八道！魏忠道，你就打算用这丑陋不堪的东西跟我比试？正是。哼！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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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比马还快啊！这是何妖物？袁大人，你可服啊？这不算，我们明明比的赛马。别说，公道兄大才，袁家愿赌服输。若有此神物，还要什么良马呀？神物啊，神物啊！敢问魏大人是如何得到此物的？此物只应天上有啊！袁绍拜见拜见盟主。好，既然诸位如此信任曹某，那曹某就却之不恭了。这魏忠道确有惊天之才，竟然还懂得用兵之法。此人是一枚重要的棋子，必要攥进道国手中。魏忠道不仅有谋略，而且还懂兵法。魏忠道听令，我封你为18路诸侯军师。谢盟主。他算什么军师？不过是懂一些奇淫巧技，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竟然还敢和我们兄弟抢盟主，还有脸接军师之位？那我们此次来会盟，岂不是平白与别人做嫁衣了？看我怎么收拾他！盟主，近日军中粮草短缺，又恰逢暴雨连绵，军师乃天纵奇才，末将认为唯有军师能够解决此问题。当盟主是好，但麻烦也多。魏忠道，你将我推上此位，是想帮我，还是想害我？军师虽有才，但也不可能凭空变出粮食啊！我看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军师既然有才能助盟主上位，统帅群雄，那自然应该担当起军中粮草的重任。即使本将不说什么，那军中弟兄的怨言又该如何平息啊？我觉得袁将军说的有理。确实，魏军师之前筹军饷一事，朝中皆知。这区区军中口粮，想必不在话下吧？这，老子只想舒舒服服弄个军师当的。你倒是好，先是搞军饷，现在又搞粮草，你逮着我使劲撸是吧？这粮草之事，军师应该有妙策吧？啊？事情都是你自己惹出来的，那就你自己解决吧。好，那既然如此，就请军师在半月之内筹集到足够大军使用的粮草，否则那些饿着肚子的弟兄们闹起来，本将可管控不住。魏兄啊，此次筹集粮草就劳烦魏兄了。上次看到魏兄家人被欺辱，曹某于心不忍，所以特派100名侍卫守卫魏府，保魏兄和家人安全。魏兄也好安心去筹集粮草，不是？亲兵护卫，还不是软禁我家人，要挟我为你做事儿。曹操不愧是曹操，生性多疑，我还是要谨慎一点。他魏忠道不过是一个落魄士卒，何德何能担任军师啊？竟然还在18路诸侯面前让我出丑，让我以后在18路诸侯面前颜面何存？阿弟莫慌，莫慌。如今因为这厮，盟主之位白白便宜了曹操，以后诸侯大军归属的问题就不是你我说了算了。你真的以为他曹阿满能统帅好3军？后面之事暂且不提，这军粮一事够了何用？大哥是说
我早就下了命令，现城中各大商店、粮铺全部关门，没有一个人敢卖给魏中道粮食。就凭他魏中道一个人，根本就收集不到粮食。你就放心吧。那大哥的意思是，他曹安蛮是想当盟主啊？我们就先拔掉他的羽翼，没人没良民军，我看他怎么当这个盟主。你去派人盯着魏中道，随时来报。文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夫君，是不是曹操派来的人欺负你了？夫君，曹操派来的人对我很是恭敬，我哭是因为爹爹。岳丈，他怎么了？爹爹说，即便此次诸侯联盟，怕是也敌不过董卓。他打算将洛阳附近所有的田地、粮产全都卖了。不想遇到了董卓的人，东西都被抢走了。这他丫缺心眼的老东西，现在正打仗呢，你还担心自己那点产业？哎呀，岳丈，您这是？你来做什么？岳丈，小婿听闻您路上遇到了董卓军队，所以过来看看，您怎么样了？你跟着曹操也不知会一声，你就这么跑了，那董卓能不找我的麻烦吗？哎呀，我早就看你不顺眼，可是我毕竟是你的岳丈呀，你理应跟我商量商量吧。是小婿的不对，岳丈，您现在可好？好？我好什么呀？你看我的样，有什么可好的呀？你现在自身都难保啊，你还来耻笑老夫啊？你顾顾自己的事儿吧。岳丈，岳丈，哎呀去！我跟你说呀，那袁家兄弟在全城可都通了气了，所有的粮店和田庄都不能卖你粮食呀。你想囤积粮食，那比登天还难呐。这次那袁氏兄弟呢，是要吃定你了。你得罪谁不行啊？你得罪他们俩干什么呀？你呀，我是不管了。可是我的女儿怎么办呢？别担心了，岳丈，这件事吧，确实有点难，不过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你说是不是？岳丈，岳丈，消消气儿。岳丈，小婿一定会努力的。岳丈，此物从何得来？之前在洛阳有胡人的商人呢，给我送的粮拿下的。嘿，这可有毒，你可不能吃啊！胡人？您说的胡人现在何处？胡人？将军，您好酒量，再来一口嘛！哎，这位爷。好酒好菜还有美女都给我安排上来。大爷，实在是不赶巧啊，您来的不是时候，姑娘们都忙着呢，别说美女，就算3等虎女都没有。要不这样，您先吃着，一会儿等姑娘有空了，我再给您安排，您看怎么样？放屁！那边不是还有一个闲着的吗？大爷，他卖艺不卖身，今天是花魁日。花魁日啊？花魁日怎么了？不就是钱吗？老子有的是钱，说吧，要多少？哪来的土包子，跑来洛阳城冲大头？难道你不知道，想得花魁必须得参加他所设的慈父大会吗？慈父？看你这土包子也不懂，你还是别惦记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那花魁只能是本将的。那我今日非要争一争呢？就凭你，正好，花魁的词汇马上就开始，本将就与你比上一比，你若输了，就从本将的胯下钻过去，再喊3声爷爷。怎的？不敢？若不敢，现在就从这里给老子滚出去！就凭你没有资格钻本大爷的裤裆。我若输了，我钻你裤裆；但你若是输了，就容许我在你身上随意挑选一样东西，可好？好，真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。干什么？走，要开始了。各位大爷，花魁词汇马上开始。
花魁词汇马上开始。哎，你们还没说规则。虽然我自知肚里没多少墨水，可我这还等着这只土鳖从郭将军的胯下钻过去呢。啊！规则很简单，花魁会上台献舞一曲，大家各自做出词赋，最优者胜。接下来有请花魁。哎，花魁！哎呦，哎呦，太美了！这就是花魁呀！哎，闻名不如一见呐，好看，太好看了！哇，哎呦，美，早就听说胡人花魁乃人间绝色，果然不同凡响。不错，确实是人间绝色。不过，照今天的情况看，只有郭将军才能摘得此花呀。传言不假，这新来的花魁果然漂亮，不枉本将来这一趟。好，真是妙啊！美女，你听好了。有一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凤飞翱翔兮，四海求凰。无奈佳人兮，不在东墙。好戏啊！好，竟然是凤求凰，此情此景，果是绝配呀！郭将军大才呀！看来今天这土鳖钻骨灯钻定了。土鳖，该你了。怎么样？不行了吧？啊，快，本将的胯都准备好了，还不来钻？这土鳖果然是自取其辱。郭将军虽借用了前人的词赋，但却极为符合今天的意境，活该这土鳖倒霉，自取其辱。我摇头，只是想说你是如此的无耻罢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照抄前朝诗人的词赋，你不无耻，谁无耻啊？你好，本将倒要看看你能吟出个什么东西。若是吟不出，本将就对你不客气。那你听好了，其形也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荣耀秋菊，华茂春松，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；或而察之，灼若芙蕖出露波。我的天，这是什么词赋？我从来都没有听过。难道这首词赋真是这个土鳖所原创不成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绝不可能，全是假的！小子，你老实交代，这首词赋你是从哪弄的？我绝不相信这是你做出来的！我绝不相信这是你做出来的！敢问公子，此赋为何名啊？小姐之美，堪比落水之神，所以我将此诗赋命为洛神赋，赠与小姐。什么狗屁洛神赋？这绝对不可能是你做出来的！是与不是，总比你这个照搬前人诗赋的人要强。你说什么？你以为他们都是胡人吗？不知道大汉前朝的诗赋吗？睁开你的狗眼，给我好好看看，咱这位小姐也是汉人。我不服！除非你让在场众人出题，再做出几首词赋来。再做出几首又能怎样啊，郭将军？不用做得出来，之前的古乐基础上，我也会从你的胯下钻过去。郭将军，你是耳朵不好使，还是脑子不灵光啊？我说过，你不配钻我的裤裆。那好吧，若是你输了，就脱光了全身，从这里给我滚出去，可好？好，一言为定，我先来。现在外面正在打仗，干脆你就以战争为题做上一副。对，就以战争为题做上一副。你若做不出来，那你就是骗子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是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
阴山。现已天黑，你可敢用明月来作上一首词赋？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好，好啊，词好，赋好，意境好，公子大才，小生佩服。郭汜竟敢与公子争辉，真是萤火与皓月争辉，不知所谓。你们，郭将军，今日这么多人在场，难道你要食言吗？董丞相最讨厌别人言而无信。如果这件事传到丞相的耳朵里，我错。哎呀，他现在这个样子，哎呦，你看看他，是啊，他就穿个裤子，哎，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你看还不好意思了。你瞅他，看不下去，哪还有将军的样子？公子真是大才呀！那郭汜仗着在董卓帐下经常为非作歹，这次公子也算是打了他的脸，真是快哉快哉呀！大家过奖了，低调低调啊！哈哈，哎，低调低调。小女子貂蝉见过魏公子。我操，貂蝉，这是什么情况？4大美女之一的貂蝉，今天竟然被我碰到了。貂蝉小姐，不知道在下是否已算夺魁了呢？魏公子定能夺魁，定是魏公子。公子大才，貂蝉甚是仰慕，不知公子可否满饮此杯啊？小姐言重了。公子赢了比试，那貂蝉就是公子的人了。小姐，可不能这样，我已有妻室，此次前来就是为了……哎呀，大丈夫3妻4妾岂不正常？难不成公子是嫌弃貂蝉？小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今晚就由貂蝉来侍奉公子了。貂蝉都投怀送抱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果真？你能确定吗？那个人就是魏忠道？但是我能确认，就是魏忠道那贼人。虽然他乔装打扮，但之前在朝堂上，我与他有过几面之缘。他的声音我是认得的，一定是他。好你个魏忠道，两军打仗之时，竟然还想着花天酒地。曹操，你真是找了一个好军师。既然你如此识相到了我面前，那就别怪我拿你祭旗了。太师，此贼害人不浅，请太师下令，末将去捉拿此贼。小姐，这酒楼是胡人开设，不知小姐为何在此？我是被胡人抓到此处的，才流落至此。既然小姐侍奉胡人左右，那么不知道小姐是否认得他们一个商队里边有个叫耶律齐的人？耶律齐现在倒是不知在何处，公子不知找他何事啊？倒是也无事。小姐，这个你可认得？土豆，公子这可吃不得啊！之前有人吃了此物，中毒身亡了，所以后面再无人敢尝试。若是公子想要，貂蝉可以带公子去。魏忠道，给老子出来！你是小人，就当本将认不出来你吗？我告诉你，李将军甚至董丞相现在已经带兵马过来了，你就等死吧！董卓这么来了，李傕到处找人要杀我，这他丫的！莫慌，莫慌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魏忠道，你给老子出来！喊什么喊？
你终于出来了。你就是郭四吧？你倒是挺聪明，竟然认得我。你怎么知道我名字？反正你今天死定了。死？一会儿董卓来了，死的人还不知道是谁。这倒是不小。董丞相、李将军，魏忠道就在这里，就是他。参见丞相。好你个魏忠道，你竟然还敢回来？你是回来受死的吗？丞相，末将请命，将此叛徒当场格杀。丞相，末将请命，将此叛徒当场格杀。准叛徒！你的一句话就把我给定罪了吗？狗贼，你还真是巧舌如簧啊！你和曹操私会18路诸侯，难道不是准备反了董丞相吗？武夫就是武夫，真是无脑。丞相，您身边有李傕这样的人，真是不幸。魏忠道，休要胡言！李肃就是被你挑拨害死的。李肃行为不端，那是咎由自取。丞相，末将请命，诛杀此僚。给我拿下！慢着！禀丞相，末将此次回来，就是为了告诉丞相一个秘密。丞相，曹操他起兵造反，联络各地诸侯，想要刺杀丞相。末将隐藏在各位诸侯里，就是找一个适当的时机，回来告诉丞相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一直效忠于本相？丞相，末将的官职是丞相给的，末将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此次冒着生命的危险回来，就是为了向丞相告知一件事情。丞相，不要信了他的鬼话。是啊，你闭嘴！末将此次回来，就是为了告诉丞相，这个李傕就是一个叛徒。你放屁！我跟随丞相10多年，征战无数，怎么可能是叛徒？还说不是？我迷惑曹操，好不容易混到一个军师的职位，却在偶然间发现这个李傕跟曹操有秘密的来往，这才冒着生命的危险回来告知丞相。狗贼，你敢污蔑我，我杀了你！慢着，你说李傕与曹操勾结，可有证据？对，可有证据。若是拿不出证据来，我就活剐了你！这就是证据。李傕，反正你早晚不会放过我，那我就弄死你。啊！来人，在！将李傕、郭汜这2个叛徒给我拿下！丞相，丞相，我冤枉！我冤枉！丞相，我冤枉！该说冤枉。这上面你不光跟曹操说了本相的所有兵马部署，还约定了2日后开关投降。丞相，一定是魏忠道这狗贼污蔑我呀！将军，他污蔑我们啊！令牌呢？令牌如何解释？将军，听我解释啊！别动！丞相，李傕刺杀郭汜，一步不轨，请丞相处死李傕，以免后患。丞相，冤枉啊！丞相，斩了吧！丞相。曹盟主，半月之期已至，弟兄们可都等着魏忠道的好消息呢。但是他却只带回来一个美女，而无军粮。这李傕虽然生性残暴，但却有统帅之才。如今在董卓军为前锋，若让他得知我军中军粮短缺，定会率大军来袭，直攻我军要塞。军师，粮草之事。魏忠道，我念你有些才能，才善意放过你，不想你白白占着军师的位置，却不为大军出力。如今军中粮草消耗殆尽，如何抵挡李傕大军？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李傕，18路诸侯大军可都是我们的家底，几10万人的性命。魏忠道，你这贼人，今天我必要你死！来人了！慢着！啊，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李傕？魏兄，这首级从何而来啊？略施小计而已。魏忠道这几天不都在青楼当中吗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你袁术将军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此次我确实去了青楼，但是我不费吹灰之力斩杀了李傕。你说过，李傕是董卓手下的大将，
这次我取了李傕的首级，也算是立了大功。可是你依旧在针对我，袁术将军，你是否可以当着各位诸侯的面，给我一个说法？中道兄，我们聚于此不容易，都是为了讨伐董贼，家弟也是为了军粮一事有些心急，所以乱了方寸。中道兄，如今双方对垒，我们内部不可内讧，让别人看了笑话呀。袁绍将军，你也知道双方对垒，可还屡次找我麻烦。我可以饶了袁术，但是你问问前方因粮草短缺的将士，他们能不能饶了袁术？盟主魏仲道此次斩杀敌军先锋一事，确实大功。他本该收集粮草，却未能如期筹到斩杀李傕之功，不能抵此大过。魏仲道这个人心思太多，这次我先不说话，看看他怎么办。既然军师之前立下了军令状，虽没能如期筹得军粮，可以功过相抵，但是军师这个职位还是让给别人的。谁说我没有筹集到军粮啊？这就是我筹集到的军粮。这是什么怪东西？原不溜秋，还有泥。你这狗贼，骗我们吃毒物，这东西又苦又涩的，根本就不能吃。大家不要被他给骗了。我看你是想毒死我们，自己当盟主是不是？各位诸侯，这土豆并非有毒，但是要是做错了就会有毒。这是刚刚烹饪过的，你们可以试一试。来嘛，我来。这东西竟然真的能吃，软软糯糯的，很有饱腹感。能吃又如何？这才有多少？我们可有几十万大军呢。谁告诉你我只准备了这些？这只是全部土豆的1%罢了。1%？要想大家都知道，这土豆原本是没有人知道可以吃的，这是从西域流入，只有胡人的手里才会有。所以我从胡人手中购得全部的土豆，让他们送了过来。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，自可去验证。这么多的土豆，足够支撑我们联军数月之久。难道这还不够吗？你哪来的钱买这些土豆？别告诉我那些胡人会好心送给你。袁将军不愧是4世3公之后啊，这洞察力果然是入微。在此，魏某代表所有的义军，感谢袁大人仗义之才。你什么意思？魏某已经跟胡人说过了，这些土豆呢是袁将军所购，袁将军的大名胡人自然是知道，所以他们才同意魏某货到付款的要求，这才把土豆给送了过来。狗贼，你又坑我！哎，袁将军，你这个又字用得十分巧妙。袁将军，你不会让兄弟们跟着你一起饿肚子吧？到时候弟兄们知道了是袁将军的仗义疏财，他们一定会感谢你的。这些土豆的数量呢倒是够了，但是蒸煮之后很难存放，怕是2、3天就坏在将士囊中了。那将士们，万一误食发霉的食物，身体出了状况，你的罪可就大了。这土豆烹煮之后确实可以食用，但是却不能长久储存。魏仲道，我看你小计谋是有，但是眼光却不够长远。要是将士因为吃了有毒的食物而生病了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魏仲道，如果你无法解决这个问题，就算带来了土豆也是没有用的。到时候你不光要付这个钱，还要由你来平息将士们的怒火。蠢货就是蠢货！我打死你！袁术，他可是军师，放手！少爷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土豆煮熟不是就可以吃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捣碎啊？你不懂，把这些放进去，然后晾干，等做好了你就知道了。你又拿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想干什么？这叫压缩饼干，不仅营养丰富，而且还可以干吃，甚至还可以泡水当汤喝。可以尝一尝，要不要尝一块？什么饼干？压缩饼干。
好，魏兄果然大才，连压缩饼干这种便利之物都能想得出来。我命人加紧制作，送入军中。此战我们18路诸侯必胜。这魏仲道的能力、声望，经此一役，此人不能断，不能留。初平元年，18路诸侯共讨董卓，董卓与联军对立，被袁绍、曹操击败，率余众败逃长安。皇帝被迎入曹操地盘许昌，魏仲道因屡立奇功，被破格提升为3公之一的太师。相公，你拿盔甲干什么？星儿、文姬，你们赶紧把衣服换了，收拾好细软，去城外驿站和母亲会合。那边已经准备好了马车，赶紧换。少爷，为什么这么着急离开？您不是刚刚立下了大功，成功帮助曹将军救出了陛下，且被赏赐了3公之一的太师吗？树大招风啊！这曹操疑心病本来就重，上次还把你们拐走了，现在我成了唯一能跟他抗衡的太师。现在倒是没事，万一有个风吹草动，他肯定不会饶了我。快，赶紧换衣服。相公，文姬，你和婵儿在路上一定要照顾好彼此。等我这边试完了，我一定会去找你们。卫青今日过来，可是有什么事吗？陛下，臣此次前来就是为了向陛下讨要一份诏书。诏书？没错，正是诏书。陛下，您现如今虽从董贼手中脱困，但现在我大汉声望日降，对各地方的势力掌控已然跌至了冰点，各路诸侯拥兵自重。那曹操更是以丞相自居，虽然每日对陛下恭敬，但始终未交出兵权。陛下，这实乃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啊！陛下，臣虽不才，但不愿意看到大汉江山落入他人贼手，还请陛下赐臣血书，召集忠良，扶大厦于江青。消息当真准确？主公，千真万确。属下从洛阳城内乱民口中得知的线报，魏仲道处李傕一事，确实因为他出卖我军情报。此刻事实证明，魏仲道与董贼一直都有联系。你立马带人把他府邸给我围了！报，丞相，不好了，魏仲道府邸已空无一人。丞相，魏仲道刚刚去了皇宫。好你个魏仲道，果然负我！传令，封锁全城，捉拿此人，他若反抗，格杀勿论。两位夫人，就是这里了。子龙将军，我们都逃出来了，老爷呢？他怎么办？两位夫人请放心，主公已有对策，我们只需听从他的安排，在这里等他即可。有劳子龙将军了。夫人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主公对子龙有知遇之恩。打！给我狠狠的打！住手！知识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知识，这人是公孙瓒手下的一名骑兵，不服袁将军调遣，我们这才下去。是。兄弟，快！你没事吧？子龙叩谢军师。子龙，你是赵云，你是公孙瓒的手下。兄弟，你可愿追随于我？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亲自跟公孙瓒说。子龙愿为主公效犬马之劳。两位夫人，我们在这里先稍事安顿，主公到达徐州之后定会来找我们的。那曹操倒行逆施，妄图以天子控制诸侯。他名为汉臣，实为逆贼，老夫断然不会让他如此猖狂。陶大人高义，魏太师，老夫已命人将一所府衙腾空，你可暂时率领部下安置于此。多谢陶大人。主公，这就是那魏仲道，看来也不过如此，空有太师之名，手底下不过寥寥几百人而已。主公为何对他如此厚待？照我说，干脆就捆了他，送给曹操，还能卖个好。你懂什么？陛下的血书做不得假。那曹操确实狼子野心，咱们州府临近曹操的地盘，就算咱们卖好于他，他也会兴兵来犯。如今有了陛下的血书，他就不能以大义之名进犯，而让那魏仲道顶在前面，咱们徐州也可高枕无忧，何乐而不为？原来如此，主公高见。
不过也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。这样，你带2000人马过去，就说帮他维护城市，然后……这是什么呀？再怎么说，少爷也是堂堂太师，他怎么能给我们住这么破的院子？这院子都不知道荒废了多久了。好了，星儿，这些都是小问题，咱们自己打扫罢了。相公，浴缸里全是老鼠，1厘米都没有。没事儿，这里呢已经空置许久了，到时候咱们自己买就是了。夫君，咱们出门太着急，身上并未带多少银两，以咱们身上的银两，最多也只能撑1个月。早就猜到万事开头难，但也不至于这么难吧？陶谦，你就不能支援点银子、粮食？相公，我们怎么办啊？你倒是说话呀！放心吧，啊，不就是钱吗？你老公我有的是钱，到时候不仅把你们3个养得白白胖胖的，就连赵云那些兄弟，我绝对不会把他们饿到。何人在此撒野？曹豹，你到底懂不懂礼数？竟然带着你的人来我家大人门口撒野！我今日来找魏大人是有正事，你这个下人，别以为拿着杆破枪我就怕你，让开！你是第一个嘲笑我手中长枪的人。住手！魏太师，曹将军，今日前来有何贵干呢？看到了吗？多跟太师学着点，不知尊卑的东西。魏太师，曹某此次前来确有一事告知，因为您的到来，徐州已同曹操交恶，徐州城内的士族商贾害怕受到牵连，纷纷上书州牧，要求搬迁。搬迁？正是。曹某今日只带了2000兵马过来，这一来是帮助魏太师防卫城池，这二来嘛，是为了保护徐州城内的士族商贾安全出城。只是魏太师也知道，现在城中的运转全靠这些士族商贾，如果他们走了，城中将难以为继。所以看来我来徐州动了曹豹、陶谦的蛋糕，这2个地头蛇是故意给我难堪的。所以小沛城内的一切就都由我自己想办法喽。哎呦，实在是不得已之举，还望魏太师海涵。曹豹，你不要太过分！你子龙，哼！曹将军和陶大人不辞辛劳帮助魏某，魏某不甚感激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留住那些士卒。如此甚好。主公，现在城中人心惶惶，曹操又经常来骚扰，要陶谦、曹豹交出主公。现在城中各家的酒肆、钱庄、粮店皆已萧条，这些士卒都是以利益为先，如果没有利益，他们肯定是要搬走的。到时候我们没有税收，那生活岂不是更加困难？想要留下这些士卒也并不是难事，只要有市场有利可图，他们自然会回来。只是曹豹那人听从陶谦的指示，处处为难我，可是最终还是苦了这帮黎民百姓。那我们也没有办法，如果我们拒绝的话，他们又会拿这个借口来说事儿，到时候我们连落脚地都没了。狗贼，太过可恶了！主公，你现在就下令，我现在就去取他们的项上人头。哎，你杀了他有什么用啊？到时候徐州城失守，那曹贼若引兵来攻，那可怎么办？那我就去把那些士卒都抓回来，不让他们走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以前小沛最大的青楼。最大的青楼？他现在属于何人啊？哎呦，这不魏兄吗？哎呦，这不魏兄吗？怎么家里有2个美娇娘都不够，还来这逛青楼？哟，曹兄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没看到太师来了吗？赶紧迎啊！太师您里面请。哎，曹兄，不瞒您说，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看看这徐州城的状况到底是如何。现在城内的士族和商贾都已经搬离的差不多了，总得想个办法留住这些士族。现在行业萧条，经济不行，总得想一个刺激经济方法的点子，把市场给搞活了。刺激市场？那是什么？就是一个产业支柱，为了搞活市场经济而已。魏兄，你看这青楼如何？古代这青楼都是3教9流汇聚之地，
这是一些商贾士族喜好流连的地方。如果经营一家这样的青楼，曹兄，这青楼归属何人？巧了，我在徐州混了这么多年，挣了这么多钱，这正是曹某的产业。怎么，魏太师想要啊？哎呀，这眼下城内破败不堪，士族和商贾都走了。曹某倒是很好奇，魏太师想要盘下此地做什么？要是重开青楼的话，那些泥腿子也消费不起吧？曹兄，这件事情呢，就不劳烦你操心了。唉，好吧，那我就忍痛割爱，卖给魏兄。魏兄可要好好打理呀。哼，多谢曹兄。听说那魏仲道收购了曹将军的一家青楼。没错，主公以为如何？我们不是故意为难他吗？现在为何又助他？主公有所不知啊，我那青楼看上去光鲜，其实内部已经千疮百孔，小厮头牌都走了不少，更不要说那账面上的银子了。现在的青楼根本就是一个大窟窿。既然那魏仲道想要，我何不成人之美呢？哼哼，原来如此，还是曹将军这招高明啊！到时候那魏仲道不仅拉不回那些商贾，反而会欠士族一屁股债，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大人，这几年的账已经盘清，这青楼它是一个大坑啊！这曹豹果然居心不良。大人，这可怎么办？现在青楼不仅没盈利，账面上还欠了2000多两。上次叫你统计的人员如何了？哦，现在青楼内共有小厮5名，歌妓5名，厨子3名，打杂的2名，其他水晶琉璃1座，房间10间。你去把歌妓舞女都叫上来。哎，魏大人，你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呀？无非就唱曲跳舞，陪陪客人吃饭喝酒，伺候客人休息之类的。那你就演上一曲。再换一曲吧。大人，这是我们酒楼里最新的曲子了。这他丫太难听了，怪不得要倒闭。好吧，我有办法了。周牧大人，陶大人，曹将军，曹将军，陶大人，这不光老夫徐州的士族，连河北、兖州、扬州的士族都来了。一定是那魏仲道将传单发到了各处，所以才引来了这么多人。都是一群色痞。周牧大人说的对，不过就是那些宣传单上的美人图样，竟然把他们都引来了。诸位，此次是小沛第1届歌舞会，在此我代表百姓欢迎各位。好，现在我宣布，此次歌舞会正式开始。首先由本官的爱妻给大家带来一曲。哇！这都是些什么淫词艳曲？闻所未闻，不过这曲调倒是真新奇。新奇又有什么用？难道他还想用这些淫词艳曲留住这些商贾吗？想得太简单。周牧大人说的对，有了这一次，他再想骗其他人进来，就绝对不可能了。好，好，对，好戏正式开始。我的天，这是什么？伤风败俗，简直伤风败俗到极致，不堪入目。这腿踢得真高啊！哦，好啊！
周末大人，这个节目你可否满意？小样，黑丝短裙版结了镜子，还不干翻你们？相公，这衣服好看，太漂亮了！哇！好，诸位，你们对此次的节目可还满意啊？满意，简直不能再满意了！再来一个！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呐！没想到世上还有这种歌舞盛会，我这辈子得此一观，此生无憾呐！再来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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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再来一个！再来一个！诸位，现在呢，小姐姐们已经下去休息了。在此期间，你们心里边有对哪位小姐姐心有所属的呢？第二个，长得实在是太美了，那个大屁股，超无敌的。还有吗？我出5000两，我想要再看看帘幕后面弹琴的那个美女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大家现在已经对各位小姐姐心有所属了。来，上号码牌。此次是我小佩星楼的第一次开业，所以呢，我想从这些小姐姐当中选出一位花魁。你们如果心有所属，那么就大声地呼唤出她的名字。谁的呼声最高，谁就是最后的花魁。花魁出道后，他们会为金主带来单独的表演哦。各位大人，小女会唱会跳会拉会吹，求各位大人支持。小女和其他姐妹不同，我可是大户人家出身，琴棋书画样样都会，求大人们 pick。哎呦，看这个身段真不错呀，就他了。选我！我出500两，1号小美女给我出道。1号不过只是会些才艺罢了，论美貌还得是2号小姐姐呀。2号小姐姐一定要成为花魁呀！我出3000两，3000两未免太过小气，我出3万两。你们，周穆大人，周穆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周穆大人，曹将军，周穆大人身体如何？周穆大人年事已高，实在是不能再去那种地方了。曹将军怎么不劝阻一下？还不是你发的传单？这话怎么说？我的那些传单可是起了大作用。通过这次舞会，我赚到了100万白银。我用这些钱置办了一些钱庄、服装店，还有粮仓，还有一些 KTV、舞厅等等的招商娱乐的项目。现在那些士族都已经回来了。这次算你走运，不过也正是因为你未中道，周穆大人中风，卧床不起，无力管辖徐州。现在徐州群龙无首，曹操很有可能会趁此机会率军偷袭我徐州。你还是赶紧回小沛布防吧，这里有我曹豹即可。说什么为我着想，让我回去布防，不就是想把老子忽悠走，独吞徐州？徐州大权一旦落入曹豹手中，那我以后还会有好日子过啊？这怎么能行呢？曹大人没了，徐州群龙无首，正是那些奸佞小人趁虚而入的好机会。我身为大汉太师，理应坐镇徐州，带领大家一同抵抗那些各路逆徒啊！魏太师不要忘了，这徐州的兵马都在我曹某的掌控中。哼，曹将军，这事儿我当然知道，但是曹将军的性命可不在你自己的手上。你要做什么？曹操是逆贼，曹将军和那曹操却是同姓。曹大人现在身患恶疾，事有蹊跷。我看曹将军和那曹操一定是亲族，是他把你派过来做了奸细。你血口喷人，喷你又如何呢？你要是杀了我，徐州兵一定会造反的。这件事儿就不用劳烦曹将军你了。报，刘备刘玄德带2弟关羽、3弟张飞，连同5000兵马在外求见。传。是。三国刘关张可是名人啊，竟然在这儿会面了，不枉老子穿越一回。刘备，你真的是活刘备吗？我还没见过活的刘备。玄德见过魏太师，不知魏太师可认得在下？当然认得，
刘将军大名鼎鼎，不知前来徐州所谓何事啊？玄德此前听闻曹操胁迫天子号令诸侯，玄德不才，但也是大汉宗亲，岂能任由曹贼欺凌陛下，辱我皇室？玄德与陶谦、陶周早有约定，要共同抗曹。今日特率二弟、三弟前来会合，不想陶大人身患恶疾，实在是可惜啊。既然刘备刘将军前来相助，也是一大幸事啊。如果魏某有了3位的相助，我相信那曹贼断然不敢轻易来犯。太师这话说的就不对了，刘将军乃大汉皇亲，既然他来了，理应为我徐州之首，率领众人共抗曹操。我曹豹代表徐州文武百官，愿奉刘使君为主。哎呀，大哥，有什么好犹豫的？连曹将军都愿意听你的，还犹豫什么呀？是啊，大哥，别犹豫了。既如此，那玄德就勉为其难了。刘备果然也不是等闲之辈，如果徐州让刘备收了去，那我以后不又要屈居于刘备之下，受刘备控制？不行，既然我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到徐州，这徐州必要成为我的立足之本。慢着，怎么？你可有什么意见？论官职，我比在座的各位都要大；论才能，我自信不输给各位。剿灭曹贼乃是天下之大事，刘使君什么狗屁官职？我大哥乃是当今小皇帝的叔父，论起来你还得叫一声皇叔呢。论能力，我大哥比你是只强不弱。三弟不可胡说，道歉。太师，我三弟为人鲁莽，还请见谅。但是这徐州临着曹操，恐有战乱。魏太师从未领兵，这带兵打仗、运送粮草之事，魏太师从未接触过，恐有差错呀。就是，你知道什么是运送粮草吗？如何运送粮草？怎样运送粮草更多？如何运送粮草更快？你知道这些吗？知道吗你？果然是收拢人心的好手呀，一个唱白脸，一个唱红脸。看来刘备对徐州也有心思，甚至这次来本就是得到陶谦生病的消息，专程为了徐州而来。谁说我不懂怎么运送粮草呀？一看就是纸上谈兵。大哥，我看他就是一介书生，说什么足智多谋，都是别人的谣传罢了。要是真正领兵打仗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谁说我不会军事呀？三将军请慎言啊。你懂军事，领兵打仗、运送粮草、出谋划策，莫说你不如我大哥，你连我二哥也不如。就是三将军说的不错，一介白衣坐镇徐州，真是笑掉了大牙呀。想当年汉高祖出身贫微，他的手下大将有韩信、曹参，同样是出身贫寒，不照样建立起我泱泱大汉吗？曹将军，你现在还拿身份说事儿，你怎么会这么计较？你好啊，既然你说你有领兵作战之能，那你敢不敢和刘将军比上一比？这领兵作战看的是统军、指挥、后勤等综合能力，不仅要足智多谋，更要各方面都能力卓越。既然三将军刚才提到粮草之事，小沛驻军方面刚好粮草短缺，入夏后又下了1个月的雨，河流奔泄，无法走水路，陆路又损害严重，不如二位就干脆各自运送500担粮草，从徐州到小沛，谁的速度快谁就赢，如何？大哥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这事儿就交给我了。是啊，大哥，就交给三弟吧。魏太师意下如何？我随便。那既如此，咱们就运送粮草，从徐州到小沛，先到者为胜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不知曹将军来此找我玄德所为何事？曹某想给刘将军你备上2份大礼。大礼？不错，正是2份大礼。愿闻其详。曹某已经将城内的所有马匹全部都调拨到了您的军营内，等明日比拼开始，他魏仲道连一匹拉货的驽马都找不到，这一次他输定。这就是曹某为刘将军你准备的第1份大礼，这是不是有点儿？刘使君，他魏仲道是什么人？先前侍奉董卓，而后又侍奉曹操，现在要霸占我徐州，他就是一头无耻的恶狼啊！若他得了徐州，我军中将士不服，百姓不得安宁。
唯有刘使君才能使我徐州军民心服口服，唯有刘使君才能保我徐州一方平安呐。那不知曹将军所说的第2份大礼又是什么？刘将军不要急，等明日你就知道了。啊，这就是曹豹让我们运的粮草。这曹豹太阴险狡诈了，他把我们所有粮草都换成了石头，还收走了城中所有的马匹，这怎么运？这难不成我们搬着石头去小沛吗？子龙现在就带人去找他算账去。子龙，你现在去找他，他一定认为我们怕输，故意找个借口。那这怎么办呀？这些石头莫说是平常人，就连子龙也难以搬动呀。哎，有了。主公，这真的有用吗？咱们俩走着瞧。哎，这一路不见魏忠道，魏忠道一定是晚了。这厮还自诩善用兵，连区押送粮草之事磨叽了2天还没到。要是在战场上，早就贻误战机了。三弟不可妄言，魏太师从未领兵，不懂运送粮草之事也是自然。这不懂就不懂嘛，但别装呀，还非要争着徐州州牧之位，真是不要脸。如今都2日了，这粮草还没运来，我看他怎么说。那是赵云。魏太师，3位大人，魏某已经等候多时，昨日卯时粮草已经全部运到。魏忠道，你竟然耍赖！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一定没有把粮草运过来，只是人过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一次我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。就是，怎么可能？昨日就到了，难道魏太师的马长了翅膀不成？你们不信？哼！子龙，各位大人，请。各位大人，请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是……大人，您要的第2批粮草已运到，一共是3000担，请检阅。下去。是。这是神物啊！有了此物，以后运送粮草就方便多了。刘将军所言甚是，此物可负重1000斤，不仅可以不用休息，而且还可以不用吃喝拉撒。有了此物，这一仗我们算是赢定了。这是妖术，这一定是妖术！曹将军，你有何不服？我服。先生大才，玄德自愧不如。我不服。3将军，你为何不服？魏忠道，你虽然有些小聪明，但是在这战场上岂是儿戏？不是光靠这些小玩意儿就可以的，不仅要足智多谋，更要武艺精湛，否则被擒，岂不是要中军溃散，全军覆没？3将军，你有何高见？小子，我要和你单挑，你赢了我就服你。小子，我要和你单挑，你赢了我就服你。单挑？他丫的，你这一锤还不直接把我给打爆了？这黑探头当真不要脸。我来，区一介莽夫，何须我主公出手？赢你，我赵某就够了。子龙，小心行事。黑探头，你敢应战吗？哼，我最烦别人叫我黑探头了。走走。呀！老匹夫，可服吗？服了。太师，刚才3弟鲁莽，还请赵将军放了3弟。子龙，太师，我等愿赌服输。刘将军，请起。刘将军，您说的这什么话？刘将军深得大义，我们做的这一切
都是为了陛下，为了大汉嘛。我兄弟三人于桃花之下一结金兰，传为天下美谈。今时候正好，此时后院樱花盛开。又于魏兄，你我心意相通，又志向一致。若魏兄不弃，可愿与我三人结拜兄弟？这他呀！从今以后，刘备就是我小弟了。今日，我与刘关张三兄弟结拜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永世不叛，那是放屁。对付你刘备，要想用得舒心，还是结拜靠谱啊。今日，我等一结金兰，发誓为大汉江山，为天下百姓而战。从今以后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愿永远追随兄长，愿永远追随兄长。兄长，大哥，大哥。魏太师，这徐州是陶州牧的徐州。陶州牧虽然不在了，但是我曹豹还有徐州士族尚在。曹豹，你要干什么？难道你要造反吗？造反？谁造反了？我造反谁了？这里是陶州牧的地盘，我乃州牧帐下大将。要说造反，那也是你们害得陶州牧瘫痪，如今更是自立为主，你们才是造反。怎么着，黑炭头？还想杀了我不成？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张飞，退下。魏太师，以前的事情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这徐州你必须给我让出来，否则怎样啊？否则就不要怪我徐州士族不讲情义了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我就威胁你了，你能怎么着？哦，对了，提醒太师一句，我听说现在城内正在闹瘟疫，太师可要多多注意身体。主公，城中爆发瘟疫，死伤已有数千人。真是够倒霉的，刚上任就碰到这种事儿。大人，救救我们呀！求你救！这是怎么了？兄弟，死了！他就是那个瘟神，他来了徐州之后就诸事不顺，先是害陶州牧病逝，现在又令城内起了瘟疫，一定是这个瘟神坏了徐州的风水。瘟神，他就是瘟神！瘟神！狗贼，赶快滚出徐州！徐州不欢迎你！你说什么？张飞，你刚刚说我是瘟神，先是害死了陶州牧，现在又令城内起了瘟疫，你就是瘟神！放屁！陶大人中风乃是年事已高，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。你说是我带来的这场瘟疫，你有何证据？反正就是你，你这恶贼不走，我徐州的瘟疫就一天不会好。那如果我要是治好了这场瘟疫，该当如何呀？这我来听你说吧。如果我治好了这场瘟疫，你就要带着这些老百姓来向我道歉。你他爷根本治不了，赶紧给我滚出徐州！你他爷根本治不了，赶紧给我滚出徐州！走。子龙，跟上去看看。是。怎么办呀？文姬，兰儿，相公，你别过来！夫君，你别进来了，我们会传染给你的。我是你们的夫君，你们是我的女人，传染我也不怕。你们这个不会是天花吧？夫君，你是说我们得的这个病叫天花？没错，这种病啊，烈性极强，传染性极高，而且致死率也极高。相公，你赶紧走。没事儿，别怕。如果换成是别的病啊，我还可能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但是这个天花呢，我还真的就不怕。主公，我有发现了。曹豹在离开之后，与几个当地的士族聚集在一起，聊些什么瘟疫、病毒什么的。我说刚刚走的时候，他特意提醒我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主公，要不要我把他抓回来？哎，不用。子龙，你现在出去一趟，替我去寻找一种芨芨草。我有大用。魏太师，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你还没有解决瘟疫吗？
我曹豹能等，这些百姓可等不了。到时候百姓闹起来，可别怪曹某不留情面了。一个小小的天花有什么难治？你可别光说不练，假把式。今天我曹某就在这里看着你是如何治好的。子龙，把草药拿来，让这帮人看看，长长见识。主公，这就是您要的鸡鸡草。好。主公，这不就是寻常的野草？您要它有什么用啊？这城内啊，百姓所感染的瘟疫名叫天花。此疾病呢，传染性极高，致死率极强。所谓万物有相生相克，天花虽毒，但是就是这种野草才可以治愈它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治疗此次瘟疫的药。你说它是药，如何证明啊？说的不错，这东西看着就吓人，别吃了，直接就死了。魏太师，我们徐州待你不薄，你为何滚犊子？我说你们自己无知还都不承认，你看看你们一个个都患了病了。这良药苦口利于病，你们不知道吗？还整天听风就是雨，说我害你。我要是真想毒害你们，何必多此一举啊？就算是这样，也无法证明这个药物就有效。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搪塞我们，把我们轰走，等我们慢慢病死？我们可以证明，我们也得过此天花，但是喝了这个药以后，已然能下地行走了，所以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小老儿快不行了，左右都是一死，小老儿愿意一试。好，子龙，快给这位老丈盛上一碗。怎么还说不是毒药？你分明就是想毒死我们！毒药？毒药吧？好了，好了，小老儿好了，谢大人神助，救小老儿一命，小老儿感激不尽。今后我小老儿愿为大人做牛做马。好，曹大人看到了吧？你还要继续和我说什么民意吗？魏太师，我也是受了别人的蒙骗，这才有所冒犯。您还要为这些百姓治疗，我就不多打扰了，告辞，告辞。我要喝药，我要喝药，我要喝药。就这么放曹豹走吗？主公，我还是觉得不能那么轻易放走曹豹。无妨，走就走吧。刚刚有那么多的百姓，我们不好动弹。可是曹豹还在蛊惑徐州的士卒，虽然你解决了瘟疫，但是难免还会有下一次。子龙，你放心，要不了多久，那些叛乱的士卒会哭着回来求咱们。曹将军，那魏忠道竟然有办法治疗瘟疫，我们现在恐怕无法再蛊惑那些百姓。你赶紧拿个章程，赶紧把那魏忠道赶走吧。诸位不要着急，我已经联络了我的本家曹操曹丞相，要不了多久，丞相大军就会赶来，到时候……曹将军咳血了！妈呀，曹将军患病了！跑呀，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啊！魏州道，魏州道！但是我错了，我们错了。你们愿意尊我为主，不搞叛变独立那一套了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愿太师救我们一命，我们愿意献上全部的财产和土地。好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就签字画押，领汤尿；如果不愿意呢，就回去吧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太师，太师，太师，曹某也愿归顺。只要你能救曹某一命，曹某愿奉您为主。迟了，曹大人，你已经病入膏肓，无药可救。不，小人知道错了。只要你能救曹某一命，曹某肝脑涂地，做牛做马。曹大人，你是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不但搞了瘟疫，还在与曹操秘密勾结。你怎么知道？主公，都调查清楚了，除了瘟疫之外，曹豹还在与曹操勾结。先是瘟疫，又是曹操，这曹豹果然是处心积虑啊！主公，只要你下令，我现在就杀了他。哎，不急，他会亲自过来送人头的。子龙，
把人拖出去喂狗。恭喜主公成为徐州州牧，现在只是刚起步，未来知道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魏仲道平乱徐州有功，接封朕新婚吉时，特令魏仲道前往许昌，共同朝贺。钦此。你是说陛下有命召我进京？但是陛下不光召了您，袁绍等在外的大臣亦纷纷下诏。陛下可还有其他话说？陛下与曹丞之女大婚，重掌帝位，故特意邀请天下群臣共襄盛举。这曹操嫁女咱知道，但这个重掌帝位……主公，如此盛世，如果不去的话，怕是会被天下人耻笑呀。自然要去。刘将军，徐州城就交给你了。主公放心，玄德纵死也会替主公守好徐州城。主公，前方来报，魏仲道已接诏，不日即将到达许昌。好，他以为解决了曹豹就没事了吗？程昱，接下来就看你了。不光是魏仲道，还有袁绍他们，所有前来的诸侯，都给我处理干净。程昱明白。此次朕召爱卿入宫，除了明面上说的大婚以外，实则还有一事。果然，我就知道这小子一门心思和曹操不对付，怎么可能帮曹操下这种诏书？此次朕召爱卿、袁绍、袁术、孙坚各路忠心我大汉的诸侯入京，只为借你们之力，在我大婚的时候除掉曹贼。杀了曹贼以后，他的部下必然大乱，到时候我才能真正的重掌朝政。你是真敢想啊！还他要联手除掉曹操，你丫怎么不上天呢？陛下，这事儿不是那么好办吧？朕当然知道不容易，但为我大汉江山，朕得拼上一把。陛下，臣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那一切就……陛下，丞相听闻太师抵达，特来相见。陛下，你这是……魏太师，我身体有点不适，你们聊。陛下，陛下，魏兄啊，曹兄，别来无恙啊。曹兄，不知今日前来有何贵干啊？造化弄人，魏兄，你我二人有些日子没有在一起好好聊了啦。瞧您说的，只要曹兄想，我随时都可以。不愧是魏兄，但只有你我二人没有意思。我特意遣人去徐州，把魏兄的家眷全部带过来，这才叫团聚嘛。家眷。子龙，你赶紧带人回去，一定要追上夫人他们的车队。主公，怎么回事？这个曹贼他老谋深算，想一石二鸟。要么我就乖乖的留在许昌，任由他们把夫人留下来做人质；要么就把你们给拆散，让我身边失去所有的保护力呢。主公，既然你已经识破了曹贼的诡计，为什么不直接离开呢？你以为我不想走吗？小皇帝年幼天真，他已经中了曹贼的奸计。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皇帝下诏，如果我这时候走了，那不成逆贼了？到时候曹操就有了大义的名分，直接出兵征讨。可是子龙不在身边，谁保护您啊？放心吧，只要小皇帝不动手，曹操一定不敢乱来。离大婚之日还有几日，你速去速回，我这边拖延一下，没有问题。是。丞相，果然不出您所料，魏仲道已将他身边护卫全部派走。好，没有护卫，我看他还能怎么办？你马上出城设置埋伏，将魏仲道身边的护卫全部消灭。属下遵命。慢！你马上通知刀斧手，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。2日之后，陛下大婚，就是我曹操扫尽天下诸侯的那一刻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，众爱卿平身，谢陛下。落座吧。今日朕大婚，普天同庆，众爱卿举杯。众爱卿，朕有一事，魏卿，你来替朕宣布吧。你他娘自己找死，就一定要带上老子吗？老子还想在徐州多发展，多苟几天呢。诸位，陛下已成年，按照我们大汉的规矩，
丞相理当交出权柄，归还国政。魏兄若以大汉规矩，本相却应当交出大权。不过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，若国内静平，臣交出大权理所应当。可现在天下诸侯林立，纷争不休，若此刻臣交出大权，大汉必亡。陛下，难道你想大汉亡吗？你放屁！你这奸贼！卫青，快速速拿下此辽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陛下，你可当真？臣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呢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看看便知。我已诚待陛下将女儿嫁之，陛下，你却联合外人意欲害我，所谓何意？曹贼，你想干嘛？卫青，救我！救你马！你没看到袁绍他们都嘎了，老子自身都难保了，还救你？陛下，不如此刻就交出皇位！不要！陛下归天了！我去，这也可以。不过这是个机会啊！曹操，你逼死了陛下！陛下！你现在说什么都无用。魏兄，你我毕竟兄弟一场，自我了断吧。笑话！你无君无父，谋逆弑君，还敢跟我提什么兄弟？了断！就算是自行了断，也应该是你这种人。那就休怪我曹某无义了。来人，将其拿下！如若反抗，格杀勿论。慢！我知道，你们这些人都是曹操的心腹。可是你们为自己考虑过吗？曹操今日把陛下给逼死了，必引天下群起而攻之。你们是准备陪他一起殉葬是吗？不得不说，魏兄无论在何时都有大将风度。你以为这就能拿我怎么样了吗？算算时间，你的家人应该接到了吧？你确定要跟我顽抗到底吗？曹操，作为兄弟，送你一句话。讲。你妈可好啊？随便你怎么骂，事到如今胜利者只有我曹操。我可没骂你，我是真心的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哼，常遇人头在此。你们这些废物能留住我的家人？子龙，把你们的战利品掏出来给曹兄看看。你竟敢！你以为只有你可以掠我的家人吗？我就不可以掠你的家人？你若敢动我家人，我杀你9族！少废话！今天老子就把话给你撂这儿。从现在开始，老子就带人出去。你们其中1人如果敢阻拦的话，我保证你们全家一个不留。哼！主公，曹操大逆不道，诛杀了陛下，现在更是昭告天下，说是您做的。现在的局面对主公是大大的不利啊！确实不利。主公，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人在场，子龙去找他们，让他们给您做证明。没用的，这些人要么就是曹操的亲信，要么早已被曹操给绑架了。证明还有什么用？无妨，大家也不必如此。这个曹操泼脏水泼习惯了，这个社会以实力为尊，我们只需要增强5倍，其他人怎么说就随他们去吧。主公，如今陛下已经不在了，我们也失去了大义的名分。以子龙之见，你应当自立为王，这样才能与曹操抗衡。自立？人家曹操吞了袁绍、袁术的地盘，当个魏王绰绰有余。咱这1亩3分地，王个狗屁啊！一个不好，那就是王啊！暂时先……主公，不好了，曹操攻打过来了！相公，曹操起了30万大军攻过来，咱们挡得住吗？夫君，你手上的刘关张3兄弟精领兵5万，就算骁勇善战，恐怕也……哎呀，别担心，这行兵打仗呢，不是看谁的兵多兵少。你看那曹操兵力众多，但是他手下的部下可没有你们老公厉害。你看那关羽、张飞往那一站，曹操
必定吓破了胆。报，主公，前线关羽将军大胜，已镇斩敌将3员。报，主公，张飞将军以协军攻破曹操中军，正在对其追击，曹操败退。好，退下。你看我说的吧，就凭曹操那几个臭鱼烂虾，肯定不够咱们打的。好了，你们呢也回去待着吧，估计要不了多久，曹操就会退兵。我还准备要去。主公，主公，败了，我们败了，败了，败了，老子没听错吧？子龙，你说什么呢？刚刚不还说关羽砍翻了曹操的武将，张飞直攻他的中军呢？这好好的，怎么会败呢？子龙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张飞不是胜了吗？兵马还剩下多少？主公，张飞将军中了敌人的诱敌之计，所属兵马2万余人全部被歼，只剩下张飞将军一个人重伤逃了出来。现在前线部队最多3万人，3万打30万，这还打个毛啊！现在看来只能死守拖时间了。子龙，你速速去前线告诉刘备，谨守关隘，不得轻易放开，否则……报，主公，大事不好了！刘备将军大败，小沛城已丢，这他妈城都丢了！刘备他们在哪儿？兵马还剩下多少？属下不知。这古代真是要命，前线有点什么情况根本就不知道。下去吧，子龙。现在咱们城内到底还剩下多少兵马？刘备将军出征的时候带走了大部分兵马，现在城中最多5000人。5000人？咱们这5000人也阻挡不了曹操的大军，要不我们先走吧？不行，现在绝对不能走。如果现在走了，那他丫才就完蛋呢。相公这是在弄什么？婵儿，莫要打扰。没事，让你们过来看看，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我现在在弄的这些东西。你们呢，也学着去做。夫君，你到底要做什么呀？这是一种可以击溃曹操、反败为胜的法宝。刘关张3人大败，5万兵马被打了个七七八八，现在他们3人也不知所踪。现如今，我们也只剩下5000兵马，想要击溃曹操，就只能依靠他们了。文静，把此物收好。夫君，这是什么？此物的配方和比例我全部写在了上面，你们照着去做就行。记住，要越做越多，量要越大越好。夫君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曹操的目标是我必须留下来拖延他，以争取给你们足够的时间。不，夫君，那你要是留下我……放心，记住了，一定要按照我的吩咐去做，我不会有事的。魏兄，别来无恙啊！曹某真的很佩服你智计神通，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文不值。我曹某说话算话，只要魏兄肯投降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你以为你真的是赢定了吗？我30万曹军已将徐州团团围困，魏兄你底下还有多少人？你还记得吗？难不成你魏兄真的有什么大神通，破我曹某大军不成？魏兄，你也不是愚痴之人。如今我曹操大势已定，如若你继续负隅顽抗，犹如螳臂挡车。说那么多废话有什么用啊？要么就打，要么就滚蛋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曹操亲自率兵攻打徐州，然后屠城。看你降是不降？那我看你这个曹贼能如何屠城？主公，曹操已经强攻3天了，兄弟们日夜连战，已经快坚持不住了。这就3日了？主公，城内尚可一战的弟兄不足2000人，如果实在不行，还是让子龙掩护您突围吧。不行，坚持了这么久，怎么可能放弃呢？主公，你别说了，我意已决。可是兄弟们真的坚持不住了，如果兄弟们再不休息的话，恐怕今天就……子龙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魏兄，现在知道怕了吗？我是出来看看你到底死是没死。我真的很喜欢你这副死到临头还嘴硬的样子。别唧唧歪歪的，你以为你真就赢定了？不然呢？傻子，你看看你脚下。报，主公，兵营被袭，粮草被烧啊！什么？魏仲道，我要杀了你！主公，您简直是神了！现在曹军的粮草被烧，军心大乱，这怕短时间内无法攻城呀。这场大火只能阻碍1天的时间，明日曹军必将孤注一掷，看来徐州城怕是保不住了。夫君，按照你说的地点，我们已经将火药埋好了。他们真的能帮助夫君彻底消灭曹军吗？报，主公，城门已经失守，曹军已经攻进来了。
主公，我们只有几百号人，我们可顶不住啊！怕的就是他不来。貂蝉、文姬，咱们可以开始了。怎么回事？别说是几万，就算是几十万、几百万，照样不是问题。这就是科技的力量。子龙，你立刻率领兵马追击曹操，有多少人，给老子杀多少人。是。主公，末将按照您的吩咐追杀曹贼，杀敌5万，俘虏2万，还从曹操的溃军中救出了刘备将军。好，主公，玄德有负你所托。都是兄弟，说这个干嘛？张飞和关羽他们怎么样？他们2个也已被子龙将军救回来，现正在军中调养。主公，如今曹操大败，此时正好是一举歼灭的大好时机，下令出兵吧，主公。不急，经过此次，那曹操下辈子都不敢再出来了。此次出兵还是损失惨重，等下次我做出更多的火药再说吧。兄弟们，现在徐州就是我们的天下，美好的前方就在不远处等着咱们。相公，你真厉害，竟然能发明火药这种东西。没错，相公，有了这个东西啊，一统天下岂不是指日可待？老百姓们再也不用受战乱之苦了。一统天下为时过早，不过我现在呢，只想一龙戏2凤。